苦楚之战第11章自由港湾行第2集。国府驻日代表团工作人员薪水已难发出，林豪恩一家开始坐吃山空。他不知共产党是否会步苏联后尘，清洗在国府做过事的人。堂叔回台湾后被枪毙，不能步他后尘。浩恩不知何去何从。朝鲜战争爆发这天，据麦克阿瑟将军在密苏里号战舰日本投降仪式上宣告，大炮尽灭，大灾过去，大捷告成，天也不再倾泻死意，阳光下的海洋只有各地商人自如来往，世界在宁静中进入太平。还不满5年，他又要披挂上阵，指挥盟军作战。只是这次盟军和敌军的组成与5年前很是不同。宝慧，世间万事真是相互关联，台湾眼看陷入绝境，美国已对国府失去信任，哪知朝鲜打起来了，美国恍然意识到台湾的价值，使国府再次得到美元。朝鲜开战也使美国对日本刮目相看，原本要拆的日本军工厂不仅不拆，美国还帮日本重建，给日本下了特需大订单。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很快就会起死回生。林浩恩说，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谁合神的心意，万事为谁效力。宝慧说，国府败退台湾后，美国断绝经济援助，台湾财政早已陷入困境。去年底开始，驻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薪水已难支付。要不是咱们早把存款换美元，从上海来日本时把美元全带到日本，现在只靠我的薪水无法维持4口之家，也请不起保姆。浩恩说，我6月初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学校就没有开销了。宝慧说，咱们现在也开始坐吃山空。朝鲜打仗不知是否祸及中国，咱们必须慎重思量，到底去哪里定居为上策。浩恩说，朝鲜打仗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宝慧问。林浩恩研究过朝鲜战争，他发现这场战争背后是苏联和美国的较量。浩恩在美国留过学，对美国比较了解，对苏联不清楚，只在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工作时修过苏制 SB-2轰炸机，到日本后方才知晓，中国第2次淞沪抗战爆发之际，正是苏联国内大清洗运动高潮时，不少跟随斯大林的功臣没有逃过被清洗的厄运，只有极少数领导人
是没有被清洗的幸运儿，其中有1939年诺门坎之战大败日本关东军的苏军元帅朱可夫。若非这次战役，朱可夫已被清洗；若非德军入侵苏联，大清洗还会继续。不等德国毁灭苏联，苏联将自毁。浩恩还从东京的日本朋友那里得知，末代皇帝溥仪之弟媳妇嵯峨号的命运。嵯峨号在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东北被俘，他耳闻目睹苏联红军残忍对待关东军俘虏和日本侨民，当街在大庭广众前奸淫日本妇女。林浩恩心里对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深感痛惜。国府白白错失二战结束、重建中国的大好时机，战争创伤尚未痊愈，就与共产党打起内战。自古内战最残酷，当下台湾戒严宵禁，越过司法程序，大开杀戒，清除匪谍，无情镇压，血腥之气从台湾传到日本。至于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情况，浩恩也不太清楚，只是想到共产党立足未稳，百业待兴，珍惜人才，但不知江山稳固后，是否会被步苏联的后尘也搞清洗。如果清洗，很有可能先清洗他这类在国府做过事的前朝遗老。思前想后，反复回顾，比较论证，难定何去何从。这些日子，各种消息涌来，使他心神不宁。逃难往事宛如电影重现眼前。现在的他不再是独行侠，他是2个稚嫩孩子的父亲，是他深爱多年的女人的丈夫。他的抉择直接影响妻儿的未来。他想和妻子深谈，整理如麻的思绪，清除心底的淤泥，或许能从他的共鸣中听到指路的声音。他相信他的直觉。保姆和2个孩子入睡后，林浩恩让妻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坐下，神情严肃说：宝慧，来日本后，我才有机会了解从前在中国浑然不觉发生在身边的事。什么事？宝慧问。浩恩沉吟一下说：国共2党盘根错节，国中有共，共中有国，互相卧底，双料、3料间谍，此起彼伏，水乳交融，真真假假，国共自己也难分。浩恩，你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宝慧问。这与我们未来的去向有关，必须让你知道其中深浅。浩恩说。你不知道中国的人事有多么复杂。就说周佛海，知道吗？他原本跟陈独秀一样，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共产党在法租界开成立大会，还是周佛海的太太。
也就是当时的恋人杨淑慧帮忙找的房子。但时隔不久，周佛海成了蒋中正的人。日本占领中国，周佛海又成汪兆铭的人。日本刚投降，周佛海被任命为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接收行动总指挥。我听不太懂这些来龙去脉，保卫说。还有不少周佛海这样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创始人李士群，他的妻子叫叶吉清，夫妇二人早年都是共产党。李士群跟周佛海一样，后来脱共入国，又成汪伪高官。郝文说，你想一想，高居明处就有如此多的三通人物，谁知还有多少双料多料潜伏大侠隐藏四周。唐叔回台湾后很快被枪毙，我不能步他的后尘。他说，郝文的语气中的余悸盘旋在房间里。严宝慧起身倒一杯茶递给丈夫，坐在他身边，伏在他肩头说，郝文，咱们不是很平安吗？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点赞。